又嫌国际大牌辱华，太可恶了。7月11日，国际品牌宝格丽被网友骂上热搜，连带着跟该品牌相关的14位明星代言人也被网友喊话，纷纷让他们赶快解约表态。事情的起因是，有网友发现宝格丽的官网上竟然将台湾列为国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毕竟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表达不满。紧接着，有网友深扒后发现，该品牌的这一行为似乎并不是失误，而是刻意为之。首先，在此之前，多个品牌也曾因类似的问题被抵制。作为国际大牌，相信宝格丽肯定是知道那些前车之鉴的。而且，作为在中国深耕多年的品牌，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更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可他们偏偏把台湾和中国并列呈现在国家那一栏，很明显就是在挑战国人的底线。其次，从网友截取的宝格丽官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他们分明是特意写上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这说明他们知道正确的称呼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应该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一样写中国台湾，而不是将台湾跟中国并列在国家一栏，可他们却依然犯错，此举意欲何为？最后，如果仅仅是一处错误，他们或许还能辩解一下，比如说城市工作人员的失误。可事实上，在网友深扒后，却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网友发现的有问题的官网页面是新加坡的中文页面，而我们国内的官网上则显示的是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在宝格丽的地图页面上，国家的名称都刻意进行了加粗处理，而台湾竟然跟 China 一样也被加粗了。可恶吗？不仅仅是可恶，还很恶心，用这种小伎俩耍小聪明，真让人瞧不起。目前事件发酵后逐渐升级，网友们纷纷声讨宝格丽，让品牌方给出回应。该品牌的相关评论区已经沦陷，满是中国网友的指责和抵制。除此之外，网友们也纷纷喊话该品牌的相关代言人、形象大使，让他们尽快表态。据悉，宝格丽的全球代言人有2位，分别是刘亦菲和舒淇，大中华区品牌代言人是蔡依林。除此之外，还有6位品牌代言人，分别是杨洋、吴磊、范丞丞、佟丽娅、文琪、赵露思。徐凯是形象大使，毕雯珺、李文翰、吴宣仪分别是香氛大使。而刘雯和杨洋同时也是该品牌的香氛亚太区代言人。通过网友的统计可以看到，此次宝格丽事件也关系到14位艺人的代言合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网友们都希望这些艺人们能够尽快表态，不一定非要解约，但至少也要向品牌方施压，表明作为中国人的态度。在宝格丽代言人中，刘亦菲的关注度比较高，她与85花的竞争也一直没停，粉圈矛盾常有。地图事件后，刘亦菲的粉丝直接甩出杨幂代言品牌也有地图问题，喊话杨幂速速出来解约。这出行为不知是为了搅乱浑水，还是其他原因，直接引火烧身。杨幂粉丝看到后直接怒了，嘲讽刘亦菲粉丝代言有问题不找工作室解决，而是试图转移舆论，让别的明星背锅，太过可笑。自此，地图事件成了杨幂、刘亦菲粉丝打架，不少网友看到后直接喊话，让两方停下来，不要把问题弄成粉圈掐架话题，称真正该关心的应该是品牌方的态度和后续的处理方式。而且品牌方出问题，聪明的都是赶快跑，杨幂粉丝和刘亦菲粉丝上赶着内涵，明显模糊了问题焦点。在地图标注错误问题上，反思者很有经验，李宇春让品牌方把澳门、香港归属地标注中国后，直接挽回口碑。虽然偶有诟病，但是问题不大。这其实也给宝格丽代言人们一个范本，只要表明一个态度，跟品牌方协商一个中国原则，网友也不会过于苛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宝格丽品牌就在前一天的时候，还高调和国内知名手机游戏《王者荣耀》联动，两人一起出了个游戏角色皮肤，效果看着很挺不错，女性角色珠光宝气。
全身上下都是宝格丽品牌的东西，游戏方得到了奢侈品牌的加持，而宝格丽品牌也获得了游戏内容的宣传，算是典型的跨界联动双赢的代表。本以为这是一场欢天喜地的事情，可谁能想到最后会闹成这样。评论区里不少游戏粉丝都在喊话王者荣耀，让对方出来看看宝格丽品牌办的事情。还有一些粉丝嚷嚷着再也不买这个皮肤了，不能把钱贡献给这样的品牌。说心里话，闹出这么一个事情，已经不是买不买的问题了。我估计游戏方面都可能把这个项目暂停，这个角色皮肤估计永远也不会出来了。而且更倒霉的人还是女明星古力奈扎。之前宝格丽和王者荣耀联动的时候，可是请了古力奈扎当的数字先锋发起人。古力奈扎还专门放下身段，穿上了游戏角色皮肤的衣服 ，COS 了一下女性游戏角色，好看不好看放一边，起码古力奈扎是真的卖力气了。我估计古力奈扎方面也是看中了宝格丽品牌的影响力和王者荣耀的超高人气，想着能靠这次的活动让自己更具话题度一些。但如今看来，古力奈扎非但没获得流量，反而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躺枪，成为大家攻击的目标。不过在以上提到的这14位艺人中，关于是否会表态的问题，网友们也产生了争议。首先，不少网友认为刘亦菲虽然是在中国发展，但她的国籍是美国，她只不过是有工作的时候才会在中国，空闲的时候都会回到美国。所以虽然有网友表示刘亦菲展示爱国的机会到了，却被不少她的粉丝反驳称关刘亦菲什么事，她是美国人，没必要解约吧。其次，不少人也认为即便杨洋、刘雯等人都解约，舒淇和蔡依林都不会解约。毕竟舒淇很少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态，特别是2021年，娱乐圈很多明星都转发一个中国表明立场时，她也没有转发。不仅如此，今年的7月7日，很多明星都发文铭记历史时，舒淇也没有任何动静。至于蔡依林就更不用说了，去年发生敏感事件时，她被骂得那么惨，都没有公开表态。而且在去年的 PUMA 事件时，作为合作了多年的全球代言人，超模刘雯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跟 PUMA 进行了解约。除此之外，李现、刘昊然、杨洋和古力奈扎等人也纷纷与 PUMA 解约。然而蔡依林却始终是不发声、不表态，也没有删除代言 PUMA 的产品，甚至连个人社交账号的背景图也还是 PUMA 的。所以有了以往的经历，不少网友也猜测，这一次蔡依林依然不会表态，更不会解约。其实这些代言的明星们解约与否还是后话，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出在宝格丽、PUMA、杜嘉班纳、范思哲等这些辱华的国际大牌身上。近几年来，一个又一个国际大牌的辱华行为被曝光，可他们却依然一次又一次的不吸取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国人的底线。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那么狂？答案看似很复杂，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笃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他们如何刻意的辱华，中国人对他们的产品依然会乐此不疲，哪怕暂时受到影响，他们也坚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就还能继续在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人傻钱多，侮辱你又怎么样？过不了几个月，你们照样还会拿着钱争着抢着去买他们的东西，明星们也会争先恐后的抢着代言。事实果真如此吗？确实如此。曾经有过辱华行为的那些品牌，有的道歉了，有的却至今没有道歉，可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依然很畅销，购买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不仅如此，那些曾经辱华的国际大牌也从来不缺中国艺人当代言人。曾在官网上将香港列为 country 国家的施华洛世奇，2019年被爆出辱华行为后，彼时的代言人江疏影迅速与该品牌解约，坚定表达立场。然而后来，演员唐嫣简陋成为了该品牌的代言人，被网友们怒斥不清醒，越糊越简陋，越简陋越糊。可即便如此，她也并未回应，事业未受影响。同样简陋代言的还有担任辱华品牌 BOSS 雨果中国公益大使的歌手张靓颖，以及不少其他艺人，也有这种简陋辱华品牌代言的行为。
是的，他们简陋代言的时候被骂了，有人指责他们赚钱没底线，有人怒斥他们没有骨气、软骨头，可那又怎样？他们的事业受影响了吗？并没有，就像这些辱华品牌一样，他们都知道，别看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一段时间过去后，就不会再有人提及他们的事。所以盲目的原谅辱华品牌，一味的降低底线去代言辱华品牌，并不会换来他们的尊重，他们反而会变本加厉，不断的犯错。这一次，希望网友们和明星们都能有骨气点，彻底给辱华品牌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做生意，首先就要尊重我们的国家，尊重中国人的情感，否则请滚出中国，我们不欢迎。